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那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早晨，我们在这里说到有没有可能是 WXY 的反弹结束以后会下跌，然后目前呢，它又反弹了上来，还有哪种可能性呢？我们再看一下。刚好跟早晨的相反啊 ，WXY 也是 Y 浪的三角震荡，但这个也是 Y 浪还是有点短，但是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所以说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都是有可能的啊，目前。但是有朋友留言说，那我们是不是中立的判断？不是啊，中立的判断是离场观望，我们是有明确的点位，哪种踩上去我们就做多，跌破我们就追空。所以说目前的位置首先要突破43400多一点，要踩上去啊，然后最好是站到44500，也就是上升趋势线的下沿上方要踩住，这样才够稳。然后止损线放到这下边，先前这止损空仓的空单的朋友啊，这个位置要开始应对了啊。然后等这个行情变化，然后我们再根据实时的情况去推演未来的行情。所以还是这几个成交量密集区，这个下沿上升通道的中轨，还是这3个点啊。现在就是多了一个小趋势的这个三角震荡的下降趋势线。所以这种磨人的行情还是回到我最经常说的那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把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特斯拉股票。目前特斯拉噩耗啊，马斯克的噩耗，但是 K 线形态上来看应该是有了一个进场的时机。有可能调整结束以后继续向上啊，这样的话它有可能是什么形态？旗形的可能性啊。通常这个旗形如果它要是成立的话，它能上升多少？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准备下方设止损，等开盘以后做多。那好，行情就看到这儿。然后今天的话题聊点什么呢？聊点 AI 相关程序化交易。稍等。
抱歉啊，耽误大家一些时间。AI 程序化交易，你才是最终决策者。今天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呢？昨天我看了一下罗振宇老师的跨年演讲，然后期间谈到 AI 部分的时候，万维钢老师的一句话对我影响不小，然后我觉得非常能应用到我们的交易。人永远最终决定者，因为人可以用血肉之躯承担决定的后果。这个跟交易有什么关系？无论你做 AI 程序化交易，还是跟单机器人，还是网格化交易，什么派网啊，有好多啊，各个交易所都有。但是这些交易会赚钱吗？短期你可能会有一些收益啊。我负责任的讲，之前我做公司的时候，我跟境外的团队一起开发过这个自动化交易的软件系统，然后测试了很长时间，然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盈利还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有非常了解这个交易资本市场的人，要实时的监控这个软件，也就是这个 AI， 需要给它人为的去干预它。你要是这个做的不好，只要行情突变，这个自动化交易就会让你血亏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希望大家还是远离啊。还有从万维钢老师的这种言论上来看，也是非常有哲理的啊。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人可以用血肉之躯承担决定的后果。说白了，决策权是谁呀？决策权是你，不是 AI。AI 随着 ChatGPT、OpenAI 的崛起啊，很多人迷茫，确实也造成了很多失业呀、未来就业前景的迷茫，是正常的啊。本人我自己也是有一度稍微有点摸不到头绪，然后后来慢慢就想明白了，因为什么？你 AI 是服务于人，说白了，它只能是我们的超级助手，不可能替代我们，因为什么？它承担不了责任。罗振宇老师讲得很好，人类历史上历来都是怎么样？谁承担责任，谁就有决策权。那真金白银血汗钱，你们的账户是谁的钱呢？是不是你们自己的钱？你难道不负责吗？无论做得好与坏，一定要你来负责，你来决策。所以说千万不要跟风，无论是大 V、某个大神，包括我，不要相信任何人，决定权在于你。你即便是要做这种 AI 程序化交易也是一样的啊，千万要怎么样管住自己的手，因为他们没办法给你负责，也不会给你负责。你的血汗钱要是亏了，只能你自己兜着，赚了呢，人家是跟着赚佣金，你亏了，人家还是跟着赚佣金，人家赚的是这份钱。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任何程序化交易、机器人交易，包括这些跟单的带单群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无论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种怎样的去发展，昨天我也讲过，华尔街的这些投行为什么人家还是用人来去做主力的操盘手，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得有人负责，没人负责的，你把重任委托给他，那只能变成类似超验骇客那种情况。毕竟我们现在是这个世界，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啊，所以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自己
负责我们自己的钱。然后说点我朋友跟我聊天讲到一些，说看我节目发现是不是 K 线分析相关的说的有点少，然后把一些价值观的东西其他的这些等等说的有点太多了。我觉得有道理啊，看我节目的朋友参差不齐，各式各样的可能都有，现在人还少，但毕竟可能会有一些刚入门的或者是刚进入这个币圈资本市场的这些人，可能基础特别低，这样的话很难听懂我所说的意思。然后我也想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去看了一些比较大的博主，然后思来想去啊，我发现还是不对。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这个对交易是至关重要的啊，是铺垫你的底色，你的底层逻辑。如果这个底色要不对， K 线分析的再好，对你的账户也不会有任何显著明显的改善啊。K 线分析会眼花缭乱，那只是术，但是那个不能保证让你不 K 钱，不能保证让你能赚钱，能保证让你控制风险的，就是我每天晚上聊这么多看似跟交易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非常的间接关系，或者是深层理论、深层的认知智慧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明白， K 线分析那是术，慢慢随着我们行情分析日积月累，很快你就能把那些简单的术就会学完。但问题是你的底色要是不好的话，对资本市场、对交易的理解不够准确，那么无论你是业余交易者还是职业交易者，你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无论是时间还是你的辛苦血汗钱，真金白银啊！所以一定要打好基础，做好这个交易的开蒙，一定要做好啊！然后刚才有网友留言说，考验完耐性要吃好果子。我说善因必有善果，这里头的善可不是善良的善啊，资本市场不存在善良与否，资本市场只存在利益，要么赚要么亏。但这里头的善是什么善？是智慧的善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啊。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个善老子讲的就是智慧。老子不教人善良啊或者是邪恶呀，他讲的东西不是这些。所以一定要怎么样智慧的应对市场，就像现在也是同理，三角震荡任何可能性都有，向上5，向下5，5开的局面。那好，我们就根据这个情况，随着市场去应对随行，只要破了关键位，该止损止损，该反手反手，或者是该做空做空。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啊，我们的账户只能我们自己做主，不能怪任何人，一定要把这个铭记在心。所以借鉴一些高人的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推荐行情分析，也一定要慎重的考虑，根据自己的账户状况，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应对这个资本市场啊。像这个 K 线分析，如果你的底蕴底色好的话，对交易资本市场的逻辑要是通的话，你就用简单一个趋势线都能赚钱啊，我负责任的讲。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再见。